Hello，大家好，我是一哥，欢迎来到 Love Sharing 爱分享之说书系列的第3集。今天要来介绍的书是我的第一本投资心理学。这本书是一本关于行为经济学的一本书。行为经济学顾名思义是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例如受媒体影响的特质、欲望与期待、生活情形、人生目标、财务评估能力等等。很多人认为投资的时候要面对的是那瞬间万变、难以预测的市场，但其实每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因为我们内心的恐惧与贪婪会主导我们投资的每一个行为。一个人尽管在数学、金融、会计领域有很好的能力，但是如果不能好好的掌握自己的情绪，最后也是不适合在投资中获利。所以行为经济学作为心理和经济的桥梁，便能运用在投资领域上。只要熟悉行为经济学，我们就可以提高自己对内在价值的评估能力，做到客观评估股票的真实价值。在市场起起落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心理气躁而做出非理性的买卖决策。今天要来谈的，首先是了解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理性投资者的人格，以及投资的3大陷阱。关于理性投资者，在每一个人投资之前，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看看自己是否是一位理性的投资者。而要了解自己，我们需要问自己正确的问题，因为正确的问题可以间接性的决定了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理学和人格。第一，你是否具有从众人格？其实从众心理来自我们的贪婪与恐惧，但我们应该要怎样确定自己有没有从众心理呢？你可以这样观察自己，当股票上涨时，你在还没有对公司进行分析和评估之前就想直接买进这个股票，那你就有从众人格。如果你在买卖之前先对这家公司进行内在价值评估，那你就没有从众人格。如果我们要避免从众行为，我们就应该不理会短期的波动，而应该专注于公司的长期走势。第二，你是否常常观察和反思自己的买卖模式？了解自己的买卖模式，我们就可以改善自己的决策。很多中短期3天到2个月的投资者，常常都会犯一些错误，而这些错误都是因为自己的买卖模式有问题。这里有几个错误的买卖决策，投资的时候你一定要警惕这些错误的决策。第一，没有做基本面分析，直接以技术分析进行买卖。以技术分析的股票通常只有1-2天的功能，只要多持几天就会亏损。第二，在股票创新高的时候买进，这些买进决策通常是在财报发表前和后1天买进的。他们会想，如果这一季公司赚钱，那股票一定会上涨，如果下跌马上出场。这样的做法跟赌博没有分别，赚赔各占一半。而如果在财报之后买进，这样做很大的可能买在新高，而在买进之后下跌的可能性也非常高。第三，勉强自己买股票，本来你自己是没有买股票的意愿的，但是在你看了一些新闻和专家的推荐后，便迫不及待地买进了。这样做通常在你买进后就会产生后悔感。第四，看到自己的股票涨了 5% 就把它卖掉。使用百分比来决定股票的买卖不是善策，最好的方法是应该让它顺着局势走，破了局势才出场。第五，看到负面消息立刻卖掉。如果你因为负面消息立刻卖掉，那证明你对该公司是没有了解的，也没有对它真正的分析过。通常股票在消息的效应后就会回涨，因为股价是跟着内在价值走的。最后，我们应该在我们每次进出市场后，将自己的交易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并加以改善，选择最棒和最适合自己的买卖模式。第三，你能改变自己吗？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了解自己的人格，例如知道自己是懒惰还是勤劳的，属于大胆还是谨慎的，难以相处还是平易近人的。但是说到要改变自己，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如果你真的要在股市里有一番成绩，你就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从阅读、吸取别人的经验，
看爱分享的影片等等的方式增加自己的知识。当然，这是需要有效率并努力学习才可以。所以在投资这一块，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并愿意改变自己不好的地方。第四，你如何善用市场心理来帮助自己达成买卖决定？上涨的股票通常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买进，从而造成股价进一步创新高。相反，对于下跌中的股票，通常会有很多的投资人因为害怕损失，所以卖出股票，进一步使股价下跌，造成股价被低估。这时候我们应该采取反向思考，在股价极度高估的时候卖出，在股价极度低估的时候买进，勇敢地把握住重要的入场时机。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估股票的真实价值，然后再决定买卖交易，而不是根据股价的上下波动。第五，你如何看待心理偏差？心理偏差指的是选择性地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资讯来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并忽略不利自己的资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心理偏差，这可能跟基因、文化、地理因素等等有关。最常见的心理偏差是过度自信。在股市里，没有自信的人通常都不会进入股市，而留在股市里的都是信心适中和过度自信的人，而过度自信的一定多过信心适中的。人们通常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并投资在自己一点都不了解的领域。想要减少心理偏差，我们只有将自己的眼光放远，心胸放宽，并通过学习书本或别人的经验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第六，买进低 PE 股票前你应该考虑的一些问题。在我们做买卖决定之前，我们要考虑好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例如，是不是因为这只股票的 PE 现在很低？如果是的话，你要考虑这只股票是不是价值股，分析股票的基本面，在买进之后必须要有长期持有的打算。PE 低通常意味着行业前景不好，也有可能会被除名，所以 PE 低的股票风险也很高。现在要来说说投资的三大陷阱，分别是贪婪、恐惧和焦虑。现在来给你做两个选择 ：A. 你肯定收到6000元的收益 ；B. 你有80%的几率获得8000元，有20%的几率一无所有。这两个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期望理论的实验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在对确定的投资收益的时候，他们会更倾向于回避风险，所以大部分的人会选择 A。现在再给你做两个选择 ：A. 你肯定损失6000元 ；B. 你有80%的几率损失8000元，20%的几率毫无损失。这两个选择你又会选择哪一个呢？在这个实验里，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 B， 因为这个选择感觉更少风险，而且有可能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当人们面对损失时，人们更倾向于直接面对风险。其实，如果真正的来算算概率，6000乘100%只有6000元，而80%乘8000元加20%乘以零收益等于6400元。比较起来，第一个 case 选择 B 会比较划算，而第二个 case 则选择 A 会更好。但实验的结果却是相反的。通过这两个实验，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人在投资时赚了5至10%就马上套利，而在损失了将近50%都还认为自己的决策没有错，还抱有一丝希望，认为它一定会起回来，并继续持有该股票，以免面对失败。此外，这个测验也体现出了人们恐惧损失金钱，贪婪的想要更多，也因为这两个情绪，股市才会有牛市和熊市。贪婪是牛市阶段的主要情绪，而恐慌是熊市阶段的主要情绪。贪婪是泡沫形成的主要原因，贪婪也会导致人们对周遭风险的漠视。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知道另一个情绪，那就是焦虑。焦虑跟恐惧好像一样，因为它们往往同时发生，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恐惧是一种焦虑状态，它专注于现实的危险。为了避免恐惧，
我们可以制定应对计划，但焦虑却不能。焦虑导致我们夸大现实的危险，进一步唤起非理性的反应，否认那些真正危险的存在。这3种情绪绝对是投资时的陷阱，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那要怎样避免呢？最好的方法是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去了解一家公司，深入的分析它的基本面、管理、产品、服务、同行竞争和行业的情况等等。当我们真正的了解一家公司并知道它的内在价值后，等待良好的时机，并在市场低迷时采用反向思考，趁低买入并长期持有。趁低买入和长期持有降低了投资的风险，而真正的了解一家公司让我们对它更有信心，在上涨时就不会因为赚了一点而套利，在下跌后也不会焦虑和恐慌而随便卖出，因为你知道它一定会回到原本的内在价值，下跌后反而是买入的最好时机。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是一哥，感谢收看，记得分享关爱你的亲朋好友，留言分享你的宝贵意见，喜欢就按个 like， 想看更多说书影片，请关注 Love Sharing 爱分享，最后记得点下订阅右边的小铃铛哦，就这样咯，拜拜。